所以正像台湾网友所评论的，这个代表团一来，台湾大概是又要买军火了。除了推销武器装备，美国代表团确实也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拜登政府派几个反华分子参访台湾，稳得住民进党吗？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在3月1号至2号参访了台湾，和蔡英文、邱国正这些民进党当局的官员会面。从表面上看，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好像挺高，包括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前国防部的副部长、前白宫的副国安顾问，还有前白宫的国安会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至于蓬佩奥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团里面，可能是他和民主党弄不到一块儿去吧。这些人在任期间呢，都算得上是位高权重，但是如今呢，毕竟是白身平民，看得出来拜登还没有打算在台湾问题上迈出那自己危险的一步，还把握着那一点点分寸。台湾当局呢，如今的心态大多数人都能猜得到。乌克兰战争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所谓的西方盟国，都绝不会出动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炮灰。虽然西方对俄罗斯施加了非常严厉的制裁，但是要说起跟俄军正面对决那他们跑得比兔子都快。而且乌克兰与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这样的北约成员国是接壤的，北约如果真的要想出兵的话，在地利上是有条件的。台湾的情况和乌克兰完全不同。首先是从法理上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国家胆敢不承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几天还专门给中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打电话，反复强调不支持台湾独立。其次，从军事上看，就算美国决定武力干涉台海，那操作起来的难度要比在欧洲大得多了。美国在这边只有一个盟国愿意为台湾问题出兵，那就是日本。台湾是个海岛，美日只能动用海空力量才能进行干涉。而美国总审计署在专项报告里面已经明确地指出来，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线550公里的区域，中国有绝对的制空优势；距离1500千米的区域，中国具有制海优势。那么台湾离得有多远呢？台湾本岛最为东南角的地方到大陆海岸线还没有400公里。台湾现在有不少电视台的名嘴在讨论自己的结局了。住在台北的打算躲进故宫博物院，住在衡山指挥所附近的打算等死。台湾当局虽然还在嘴硬，但是内心的惶恐程度是可想而知。台湾政客是个人利益优先的，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肯定担心呢，台湾当局会不会重新考虑9·2共识的问题会不会认真的考虑接受1国2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在台海制造不统不独的企图就要破产所以拜登政府既不能派兵，又不能派官，派几个曾经做过官的老百姓去稳定一下台独当局的情绪，也实属是无奈之举吧。虽然台湾当局对这个代表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但还是不难看出其中的惶恐之情。惶恐的不仅仅是台湾当局，更是美国。美国最担心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也不仅仅是中国收复台湾，而是这2件事同时发生，他就无法应对了。到目前为止，美国不肯出兵乌克兰，虽然在经济上没吃亏，但是在政治上已经是一败涂地。拜登政府已经被国内的鹰派骂的是狗血喷头，支持率掉到了 37%， 是上台以来的最低点。在这个时候，解放军会不会突然发起统一战争呢？美国出兵还是不出兵呢？不出兵就会更加的丢脸，出兵呢必败，说不定政府就垮台了。这样的局面，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来都没办法解决，派个代表团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所以正像台湾网友所评论的，这个代表团一来，台湾大概是又要买军火了。除了推销武器装备，美国代表团确实也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其实对美国来说要想破局是很容易的，立刻放弃对台独分子的庇护，公开表示支持两岸立刻启动统一进程。那么美国在东亚乃至整个西太平洋上的僵局就马上解开了。但这只是我们的乐观估计。
美国政府和美国战略研究界完全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政治智慧以及灵活性，反华已经是他们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所以全世界就只能等着看这个超级大国一头碰在历史的蓝墙上。